即将大学毕业，可能很多人会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考研究所？考了研究所，下一步可能会想，要不要考博士班？一直以来，我们都被灌输有高学历等于有好工作，真的是这样吗？Hello guys， 我是奈克乌喵，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几天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新闻，标题是38岁博士儿子放弃求职，一位妈妈心痛的自白。说起来这个现象很奇怪，台湾有40%以上的人口不看书。请问上一次你看书什么时候啊？昨天，去年年中吧。平常有在看书吗？有啊，我天天看脸书啊。不过，我们对于文凭的追求倒是异常的热烈。目前台湾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大约142万人，位居全球第4。但念一个博士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实际成本，包含学费、住校、花费、吃喝等等。如果出国留学，还有留学费用，转换回来，预期找一份多高的薪水？台湾又有多少这么高的薪水能够负担起这些博士生呢？我没有要老调重弹、危言耸听的高声疾呼，一堆念博士的都失业哦。不好意思，一堆没念博士的也都失业啊。失业率不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重点。既然我们身处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底下，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到底是谁造成这个高学历的背载时代。在话题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丹尼与写作业机器。故事从丹尼一个感叹开始：要是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就好了，这样在学校6个小时就够了，不需要再把作业带回家。如果我可以发明机器人来帮我们写作业，该有多好！于是丹尼就溜进去他妈妈工作的科学教授家里，用最先进的电脑快速完成作业，留下很多的时间可以打棒球或者进行其他的嗜好。不过有个嫉妒心旺盛的同学去找老师打小报告，于是丹尼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他坚持这不是作弊，反而宣称这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陷入为难的老师对丹尼说：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为了你好，透过练习才能够学习，用老方法做作业对你比较好。丹尼反驳说：如果现代科技不可信，那我也不应该研究原子理论啊。如果科技不能帮我们节省时间，为什么我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它呢？最后，丹尼的老师想出了一个后半世纪劳工面临的共通问题，他增加了丹尼的作业量。这是一本1958年出版的童书，不过他点出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在20世纪之后，我们拥有了科技，看似更便利了，但劳工需要做的事情更多了。理论上，电脑应该要帮我们加速作业的处理速度。以前论文要手写，现在只需要打字就好，上网输入关键字，全世界的论文都在你眼前供你参考，再也不需要去图书馆翻查资料。不好意思，你有觉得你的作业量或工作量变少吗？科技厂的机器每年都在更新，1分钟内产能变成双倍。老板会选择做到中午就停工，还是生产双倍的产品呢？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学生这份工作，早上到学校，晚上放学，没有薪水就算了，还付出大量的脑力消耗，学习变得很方便，同时要付出的代价也变高了。我都还没提小七店员呢。最后，丹尼和他的朋友们没有时间打棒球或做其他有趣的实验，他们熬夜修改程式，为了配合老师的作业。学期末，他们赢得了一个特殊的作业奖，奖品是一张贴纸。但是他们错过了许多对他们来说更珍贵的事情，就为了一张破贴纸。现在的孩子每一个都一样，过度工作，极少玩乐。就算真的有在玩乐，也在学习如何竞争、得奖、拿金牌，是另外一种疲累。到底我们把孩子逼成这样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个人说，念好大学才能有好的未来，但大学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把每一个人分配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道路上。但是听到这里，你应该会发现，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有所回报。这个说法开始出现瑕疵，因为努力这个词没有办法量化，更何况大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样的密集训练下，
有钱人的孩子更能够容易赢得奖学金，竞争越激烈，反而让个人在较大的体系中的议价能力下降，这几乎是谁都无法力挽狂澜的时代趋势了。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念博士值得吗？这就要牵扯到学费了。我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08年学年度硕士班学杂费收费标准当参考，不考虑特殊科系的材料费支出，目前看起来平均大概是5万5上下左右一个学期，念1年就是10万，硕士班最短念2年，这还不考虑前面4年大学的费用支出哦。很多人说念博士班需要卖房子，某种程度上这也不算是开玩笑了。往往这个时候，许多人会选择学贷。选择学贷的理由是，他们相信未来会变成高薪回馈到自己身上。但在那之前，这位学生需要先打工，想办法减轻身上的债务。于是，对于校方来说，他们多了很多的廉价劳工可以使用。当然，学生人数不够，这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啦。不过，如果把出生率考虑进来的话，这个议题可能会没完没了。为了简化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校方直接收入的部分。这就是学生现在要面临的困境，把仅有的一切拿去换一张高阶文凭。如果很幸运考上了，就要跟政府想办法借钱支付日益单薄的教育。对政府来说，一样是贷款，与其投资公债、股票或者房贷、车贷，不如把钱投资在不会消失的人事物上。而人力资本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未来和劳动价值作为担保，学费日益增长，对政府来说稳赚不赔。那对学生来说呢？聘请一个博士来上课，跟找几个讲师来填补课堂，对校方来说这都是开课，请讲师还比较便宜，大大压缩了终身职教授的缺。大学充其量只是一个进一步的投资机会，进入真正的就业市场才是回报的开始，但有可能根本没有回报，这个时候还不能认赔杀出。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博士班，就一定要谈谈就业市场的问题。当大部分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需要操作机器的文凭需求也跟着下降。与此同时，资方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跟着下降。不止如此，某些中等薪资的工作都可以被外包出去，他们大可以用派遣、约聘等等的制度压低员工福利和薪资。于是，劳动市场在这种长期结构变化之下，好坏工作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也造就了前几年很多年轻人受不了，自己跳出来当老板。据我所知，这波浪潮依然没停止过。资方甚至把削减的成本主义打到学生身上，提供学习机会来换取学分，但是没有真正的数据来说明到底无薪实习对未来有没有帮助。实习换取学分，同时也是迈向毕业与未来心目中工作的一步。听起来很好听，但这就是一种剥削劳力的方式。在这层层游戏规则底下，高等学历听起来只是一个销售方案，你可以选择要或是不要，但对工作似乎一点保障也没有。而且在学贷的压迫之下，新鲜人只能选择没有那么烂的烂工作，然后估计就没有然后了。更绝望的是，这还不只是台湾如此，美国也一样，全世界都一样。但是生命会找到出路，于是许多人的出路动到了演艺事业上。没错，当个明星赚钱最快，光鲜亮丽又有人喜欢。多亏了现在有许多社群平台，人人都想当 YouTuber。这个职业的门槛进入很低，需要做的也就是抓住目光就可以。于是乎，这个平台几乎每天都会有成千上百的影片上传，不完全都是哗众取宠，但我得说跳梁小丑真的不少。不过一个成功的 YouTuber 除了有自己的个人特色以外，还要懂得行销、品牌包装、影片编辑、平面设计 blah blah blah， 这些工作以往都是由经纪公司先发掘素人，帮他找资源做起来，现在只需要找到成功的 YouTuber 合作，然后收割即可。经纪公司再也不需要花大钱培养一个未来可能不会红的明星，他现在就可
以上网看订阅和点阅数，即便这个 YouTuber 根本不是歌手或是艺人，无所谓，反正脑粉会买单啊。在过去的演艺圈，明星只需要跟自己人竞争，现在他们需要跟素人明星抗衡，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比赛谁的实力比较高的时代了，而是比谁的订阅数比较多的时代。这本书看完，我自己的感受是，世界的资源都在往资方靠拢，劳方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在教学掩护之下，被训练成听话的狗。I'd be willing to offer you $40 for 2 of the white ones and $50 for the blacks. Are you referring to our student athletes? Student athletes. Oh, that is brilliant, sir. When we sell their likeness for video games, how do we get around paying for our student athletes then? Look, there are good reasons why our student athletes cannot be paid, young man. I ain't arguing. If they got paid, then how'd we make all our money, right? 我们依赖科技，到最后科技反馈的就是越来越少的工作选择，越来越多的工作量，越来越不思考的人生方向。还在把学历当作保险买的你，可能要认真思考看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这份工作到底需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我最近有在考虑想要重返校园，因为如果我在 IG 上提供大家咨商服务，那我觉得我需要接受相关的训练，这是一种职业道德。面对多数不认识我的人来说，有那一张证书好像才能代表我有脑袋，多悲哀！我需要花钱拿一张纸来证明我会思考。最后的总结，我念一下书背，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很多人认为千禧世代被过度保护、懒惰、为所欲为、自恋、长不大，但事实上 Y 世代是人类史上平均学历最高、最努力奋斗，却也是最穷、最不快乐的世代。还没毕业就欠下一大笔债，越来越竞争的环境和逐渐被人工智慧取代的工作机会，不认真面对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没有那个可能扭转的未来。了解规则，突破规则，我相信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演变，只要开始思考，会有转机的。先从突破学历迷思开始吧。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还在犹豫要不要考研究所的朋友们。心有余力可以使用加入按钮，1个月75块钱支持我继续在 YouTube 上孤军奋斗。你的支持能让我多失业几天，多看2本书分享给你，还有小铃铛。哎，你看谁说 YouTuber 好做啦？这片尾我真的是越念越心累，去看书了，去看书了。铃铛什么随便啦，哎呀，烦死了，烦死了。最后小小补充一下，有些人会说，干嘛看这种社会学类的书籍？反正没钱还是没钱。不过，如果不转换一下思考方式，可能就永远都陷在没钱的泥沼里了。您说是吧？这种书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些必要性的啦。